这手牌其实我说真的，我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重点是今天我们做的决策，我会希望不要去做所谓的简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的做法除非这个桌上的玩家都太厉害，那你要做这样的决策是因为你知道你没有位置打不赢，所以你直接 all in。如果是这样讲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打这个比赛。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好，我们拿到本日最好的牌。QJ 不同花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但我其实蛮意外他会直接弃牌，我觉得他可以考虑3次下注，然后当然他会考虑跟注吗？可能不会，但我觉得他的直觉可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巴西玩家是我在这个桌上我觉得打的比较动作比较多一点翻牌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 check 的范围？可以。A 是不是 check 范围的手牌？是，所以 AKK is king。Ace King 可能不会考虑 check， 但是 AKK 可以考虑 check。对于下注的话，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33跟55我应该是100%不会考虑混合 check 的策略，原因是因为如果是3355，对手有 K 的机会更高。然后我选的下注尺寸，我觉得主要认为就是第一个，他有 K， 他一定会跟注。他如果有 K， 我转牌下注2/3，他都会跟注。那重点是在于，如果他今天是一些3、4红桃、4、5、6，只要是有一个对子打卡到一个顺比如说6、7、4、7同花，他都要很难决策的一个策略的话，我觉得半个底子差不多。如果我转牌下注2/3或是更大的话，我认为4、5、6都会是一个接近很明确的弃牌，考虑到 ICM 的情况下。然后在合牌的话，底池100万，它剩下80万，大概是一个80%的下注。我会不会有一个更小的下注尺寸？有可能。如果我今天是 K9 同花，我可能会考虑下注40万，希望他拿5P 来跟我，或者是 K6 同花来跟我。我不希望我今天 all in， 然后拿 K9 同花 all in， 然后被跟注就是 K10 或更好的牌，那我这就是自杀。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做一个策略的下注尺寸选择的话，我今天只要可以赢所有的 K， 我认为都是直觉的大尺寸。然后如果说我不能赢所有的 K 的话，比较弱的 K 的话，我觉得1/3左右或者接近1/3的下注尺寸会是比较好。AQ 同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决策，但我就认为跟注跟 all in 都可以。如果是不同花的话，偏向跟注；如果是同花的话，偏向 all in。但他刚好是 UTG 加18人做 UTG 加1，我觉得是比较尴尬一点。如果今天是 low 价位之后，跟刚刚一样，99跟 Ace Queen 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他其实做的现在这个 Mark 做的决策其实跟我很像。我刚刚99面对 UTG 的加注也是跟注。他的 Ace Queen 也是跟注，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在 ICM 的影响下，其实JoJo跟 Ace Queen 对上他的这个位置的 all in， 其实整体的策略来说是拿不到太多的 EV。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筹码很多，比如说如果今天是 Ben 在这边加注，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他范围很宽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但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并不是的话，那我觉得 all in 拿到的好处就非常的少，所以他 AQ 同花这边跟注可能会是大部分人会比较惊讶一点的一个处理方式，尤其是他翻牌之后要打一个没有位置的翻牌后，但是他还是愿意拿来跟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决赛桌嘛，因为这是 ICM 的影响。然后这个合牌，我觉得会是这手牌令我最惊讶的一个点。就是这边的合牌玩家选择下注半个底池，然后这个 Nicholas 在想这手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 Nicholas 的决策。QQ 在这个合牌，我先不爆雷，他做了什么决策？他想了很久的时间，我在想他如果在这边要想到对手的炸胡的组合的话，我觉得直觉就是只有 Q 没有中对子的 Q 跟没有中对子的9的组合。但是9的组合基本上不会有没有对子，原因是因为97同花是顺子，96以下他不会玩，然后9以上，譬如说90、89、9J 合牌都不会下注，这是一个很明确。如果真的有 K9的这种对子，只有一手牌 A9 跟 A9 同花 ，A9 不同花，潜在于是他的炸胡组合。Q 的话也不会有 Q 没有对子的组合，因为 Q8以下他也不应该玩。所以如果说今天大盲位的下注的炸胡有对子，或者是中对底对都不会拿来转炸胡的话，
话，下注只有没有对折手牌的话，其实 QQ 能够赢的牌其实蛮少的，尤其是他不会下注 AJ 嘛。当然，我觉得 QQ 就算因为照这样子的逻辑弃牌，我是觉得还是一个很不可思议啊。就是他如果这样子都要弃牌的话，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确定对手连 A9 跟 A9 不同的话都不会炸，他才可以弃掉这个。所以我觉得，以我的观察，我觉得第一个，他转牌没有下注，我觉得合牌应该就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跟注。他对于整体的角色比我意外的想象还要精很多。这手牌一样哦，这手牌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想要给对手最大压力，然后我不在乎 ICM， 然后我走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打法，然后我直接 all in。他当然 AJ 同花会跟注，然后我会赢，但这不重点，重点是今天我们做的决策，我会希望不要去做所谓的简化，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什么小盲位30个大盲直接 all in。我觉得以前来讲，电脑软体会告诉你说，哎，这是正 EV 的小盲位直接 all in 30个大盲小对子。我会认为考虑到 ICM 跟你的决策的精致程度、细致程度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的做法哦。除非这个桌上的玩家都太厉害，那你要做这样的决策，是因为你知道哦，你没有位置打不赢，所以你直接 all in。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打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 K9 同花如果一样哦，我觉得就算我今天筹码量很多，我觉得这个同花牌这么好打，我都不愿意打翻牌之后，那我有什么牌愿意打翻牌之后？反正这个把牌我加注，翻牌前加注，被他3次下注，那我觉得相当的边缘。我觉得 K8 以下我可能考虑会弃牌。K8 同花理论上考虑 ICM 应该要弃牌，不考虑 ICM 的话要跟注。但我觉得 K9 同花会是一个多了一个翻牌可以中顺子的组合，就是一个 gap 的大小的组合啊。像同花 K，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手牌。这个转牌是让我不会考虑 check。我如果转牌是一张3，是一张5，是一张6，是一张7，我考虑会 check。原因是因为我这手牌我不在乎合牌它会不会中 A， 但如果合牌这把牌我 check 合牌开 A， 我跟你讲这把牌合牌真的开 A， 而且它弃牌了，但是我可以看得到 rabbit， 就是对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之后我录的那个是我自己有录音档，然后我是可以看得到牌桌，所以我们自己都可以看到转牌跟合牌是什么，甚至是翻牌是什么。如果就算这把牌没有看到翻牌，这把牌的合牌是开 A。如果说我转牌 check 合牌开 A 的话，是非常的糟糕的原因是因为转牌开4，所以合牌如果开 A 我就输了嘛。所以这个转牌我如果真的要 check 的话，我宁愿 check 我的99，或者是我的 KK， 或者是我的44，而不会去 check K9两队。KQ 不同花这边应该会是一个明确的弃牌哦，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我觉得这个 all in 实际上你看起来是压制它，然后是一个很好的 all in， 但我认为这个不是。就算它的范围很宽，我认为 KQ 我觉得是比较糟一点。我这手牌我觉得有几个做法，这手牌我以前的做法可能会是直接 all in， 但我告诉你，这个绝对直接 all in 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这个最好的做法直接一定是 raise， 然后扣人家的 all in。我觉得 A8 同花太强，除非你对于自己的翻牌后的策略不是这么有自信，或者是你认为你没有打得这么好，那我觉得可能可以直接 all in。但如果说同花 A8 都要直接 all in 的话，我觉得太浪费它的价值。翻牌会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可以下注，也可以 check。那转牌就一定不会 check， 转牌一定不会 check 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支付我的手牌更多，任何的8，任何的5，任何的 A2 到 A4， 如果它翻牌前面有 all in 的话，然后任何的黑桃，我觉得我下注它都必须要支付。那我认为下注多大？我觉得超过半个帕，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下注尺寸。K10 跟刚刚那个情况一样 ，K10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会比 race 还好，原因是因为我们 race 是什么状况？我们 race 被 all in 了，我们不能跟，我们绝对不能跟，因为我们被 all in 了，看到一个 A5 不同花不就是很惨？可是如果我这边直接 all in， 它 A5 不同花可能不会跟注，也不应该跟注，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有没有 A 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主挡牌的概念，再来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弃牌赢率，而不是打一个有位置翻牌后的优势。我觉得 K10 不同花就是一个太弱，不能跟 all in 嘛，不能跟 all in，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 all in， 大概才10几个大盲而已。这边这手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手牌对他大盲直接 check fold。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3人底池的概念。3人底池是一个我最近如果你们有在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我做非常多3人底池的状况，尤其是用电脑软件去看。其实这是一个应该说扑克还没有被解的一个，应该快要被解的一个状况。大家都会看用譬如说用 PO Solver 用很多去看单挑的状况。但基本上很少人去学习3人桌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没有持续下注？原因是因为他跟注的范围非常的紧。如果说他今天加注的玩家持续下注频率低到连 AK 梅花都会考虑 check 99实甚至是 AAKK 都会考虑 check。那请问一下，这一个后卫玩家是不是还能够 stack？ 就是当人家 check 你就下注的范围这么宽？我认为是不行。那我认为 A10同花在这边也是一个很底端的，就是没有直接的 outs 的炸。一个范围这么紧，没有下注，他的范围要下注也应该是非常紧的时候。这一位玩家是很有可能有 JJ 以上的大队子在这边check，然后等着要 check raise。所以我认为他的18同花，你要考虑到的是你跟注了，你转牌要怎么继续。但话是这样讲，我认为没有考虑到 ICM， 我认为18同花是必须要跟注。但我觉得考虑到 ICM， 考虑到是3人底池，然后考虑到基本上你没有任何转牌你想要看到，基本上没有，对不对？任何的9，除非看到10跟8，要不然任何的5跟6，基本上你都不会很好处理。那我认为这边最直接的弃牌，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不是到很夸张，然后也是大部分的玩家没有去了解的一个状况。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现在很喜欢跟人家打3人底池、4人底池，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有超多玩家在这个地方都会犯错，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玩家会犯翻牌前的错误，譬如说你3次、4次下注他，然后他会拿一个过宽的范围去 all in， 那我们就希望他越常掉到这个情况，我们才可以赢更多的钱。那如果说我知道一个玩家他翻牌前不会犯错误，但是翻牌之后，尤其是在多人底池会犯类似这种错误的话，我们就要让他进入到他最容易犯错的情况下，让他犯错。他要犯错，我们才有钱可以赚，就这么简单。